前有建行扬起清盘大旗，后有住建部怒喝要让暴雷房企付出代价。眼看着暴雷房企就要被生生掐死在冰冷铁窗之中，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老板们却只能被迫跪地求饶。曾几何时，这些昔日巨头还是万人敬仰的豪门绿狗，握有数千亿身家，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无所不能，不可一世。如今却沦落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整个中国房地产江湖即将出现最大的一锅端。一旦债权人下定决心，这些曾经的行业巨头随时都可能被一网打尽，家破人亡。从高高在上到尘埃里求生，这还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吗？建银亚洲踢翻了第一颗多米诺骨牌。就在前几天，建行香港分支机构建银亚洲突然打出一记闷棍，向曾经的前10大房企世茂集团发起了 15.79 亿港元的清盘呈请。这一狠招直接将世茂股价击垮，市值仅剩12亿港元，较2020年8月高峰时缩水高达 99%。世茂的股民哭爹喊娘，似乎依稀能听见一片震耳欲聋的哀嚎。然而建银亚洲此举却只是个开始，紧接着他还向包括德信、大发地产、海伦堡、嘉源国际、中粮控股在内的多家房企发起了清盘呈请。为什么建银亚洲要对这些昔日的虫狠下杀手？原因很简单，他已被逼上了绝路。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建行总计房地产不良贷款高达 481.58 亿元，同比增长惊人的 145.53 亿元，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更是高达 5.64%， 在6大国有行中最高。从2020年到2023年，仅仅4年时间，建行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就从 90.1 亿飙升到 481.58 亿，增长了5倍多，不良贷款率也从 1.31% 飙升至 5.64%。高达近500亿的钱被房企拖款，建行根本等不及了，于是只能祭出最后的王牌，向房企下最后通牒。清盘呈请的本质就是在对房企老板们发出最后的垂死挣扎，你们要是不从了，我就让你们亡国灭种。建银亚洲一旦踢翻了这些多米诺骨牌，接下来整个房地产江湖都将陷入万丈深渊，超20家房企集体濒临绝境。事实上，从2022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暴雷潮就已经出现端倪。一家家昔日的巨头龙头跌跌撞撞，在亿万富翁老板的哀嚎声中，步步走向绝境。仅从去年至今，就已经有超过20家房企遭债权人申请清盘，阵容十分壮观：恒大、碧桂园、融创、新力、佳兆业、荣光、旭辉、花样年、祥生、中南建设、嘉士国际、福盛国际、天域置业、嘉年华国际、力全、泛海、新明中国等。这些曾经挥金如土的豪门之家，如今无一幸免，个个都摇摇欲坠。即便是一度傲视群雄的世界500强恒大和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如今也都在风雨飘摇之中苦苦支撑。而剩下的那些头把交椅，比如金科、富力、荣盛、宝龙、华夏幸福、荣信、建业、雅居乐、宇宙、正荣、当代、弘扬、泰和、景瑞、和景泰富、领地等，也都随时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业内人士指出，2024年很可能将迎来暴雷房企的清盘潮，届时整个行业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大灾难，老板破产入狱，楼盘烂尾无解。一旦债权人击鼓而进，房企被生生掐死，那些昔日的房地产大佬们将承受何等的厄运呢？住建部的领导早已为他们择好了下场，该破产的一定要破产，该入狱的一定要入狱，绝不姑息。一旦公司被判决清盘，老板们将彻底失去对企业的掌控权，断绝最后的指望。接下来，企业的全部资产无一幸免，都将被清盘人一一收编，
拍卖已建好却无人问津的楼盘，正在吊车开工的在建工地，还未动工的芝麻大小土地，无一幸免，全部将被抄家狂卖。最先获得偿还的是银行等债权人，其次才轮到供应商们。对于那些早已拮据入股的上下游公司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即便房企被查抄一空，他们分得的也只是仅剩的些许残渣。至于那些早已缴款的购房者，他们更是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一旦企业被生生掐死，无论是在建工地还是现房楼盘，工人们必定会集体放下手中铁锹，形同烂尾楼。届时所有购房者都将付诸东流，房款将化为乌有，到手的只有一堆废砖烂瓦。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清盘潮真的来临，届时房地产江湖必将上演一出出惨绝人寰的悲剧。而那些暴发户老板们，有的将于囹圄之中终老，有的将被赶尽杀绝，不复存在。到那时，整个中国房地产业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房市黑天鹅或将导致金融危机。要知道，暴雷潮发生之后的这2年，暴雷房企死而不僵，老板们索性视而不见，这导致了一个极为糟糕的局面。首先，银行不敢轻易再给这些濒临破产的房企放贷，而房企自身也无力再发展融资，由此导致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融资现金流109起来几乎干涸。其次，购房者们也彻底忌惮这些暴雷房企，宁可含泪捂钱包，也不敢贸然买房，生怕成为烫手的山芋。结果整个行业就此陷入了冰封状态，哪怕是曾经的行业旗舰万科，如今也在拼命发出求救信号。因此，推动暴雷房企破产或重组，其实是刺激楼市的一剂解药。只有让这些濒死的房企赶紧重生或者彻底离场，行业风险才能尽快出清，预期才能转暖，楼市才有望死灰复燃。然而，这个过程绝非易事。一旦开了清盘的头，届时整个行业都将陷入一场腥风血雨，数万亿资金压顶，随时可能酿成金融危机。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房地产企业总债务高达近6万亿元，其中仅恒大、绿地控股、阳光城3家就欠下了1.2万多亿的债务。如此恐怖的数字，足以令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动荡。一旦债权人们大面积采取行动，巨额坏账一旦无法收拾，整个银行系统都将岌岌可危。更为糟糕的是，如果银行系统出现问题，这种风险必将导致连锁反应，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届时，不仅是亿万购房者血本无归，就连普罗大众都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有分析人士担忧，暴雷房企的集体破产很可能成为未来数年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颗黑天鹅事件。中国金融、经济都将陷入颓势。一旦房市泡沫真的被彻底击穿，将引发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中国金融和经济一起步入颓势。房地产业在中国占据半壁江山，一旦楼市出现问题，必将导致上下游产业链出现失业潮和债务违约潮。首当其冲的是钢铁、水泥、玻璃、建材等上游行业，万亿产能必然将产生严重的过剩，企业将出现大面积亏损和陷入破产。其次是家具、家电等下游产业，也将因需求骤减而陷入困境，很可能上演大面积裁员和关门大吉的悲剧。最终，建筑工人、销售人员、家装工人等从业者都将遭殃，几千万人或将成为失业潮的牺牲品，经济将陷入通缩困境。此外，政府财政也将受到重挫。房地产的相关税费是县市财政的最大来源，一旦泡沫破裂，有些城市或将陷入财政困境。结合各方面的影响，分析人士断言，一旦房地产暴雷潮进一步蔓延，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很可能将陷入长达数年的低谷期，个人财富和经济发展都将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将重蹈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覆辙。总之，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处于至暗时刻，未来将如何演绎，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如此大的灾难无疑将影响每个中国人，都将在其中遭殃。